该回头看看来时路。就算起风偶有雾，模糊不了幸福。我们都该在心里数数感动的次数。谁陪你疯，谁陪你笑，拍拍肩，一起追逐。多少爱错过了才看清楚，多少事无法弥补才认输，多少次以为找到了幸福，却发现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，珍珠再夺目，留不住心头热乎乎，真心的苦能温暖你生的旅途。每一段路难免荆棘密布，把坚持牢牢握住，不怕艰难险阻，学会去爱，就不会迷路。我们准备午餐，我帮你，走啊。来，我也来。在干什么？你平时不是很有性格的吗？竟然变成一只小猫，跟在林飞的屁股后闻他的臭屁。不要闹了。闹！我真的要闹的话，那就好看了。好啦，别这样了啊！你要献殷勤的话，继续找林飞啊。我只是帮他准备午餐而已啊。是吗？从刚来到现在，你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。一下子问他冷不冷，一下子问他累不累。如果他是一块肉的话，那你就是一只苍蝇哦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是我以前在剧本上读过的一句对白，用在你身上还挺适合的啊。人家说娱乐圈会令一个人早熟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你只演2个月的戏，你就这么厉害？如果继续演下去，你可不得了了。厉害？我哪有你厉害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如意算盘。你现在可是林飞的大恩人，因为你他得到了新生，你当然希望他能以身相许，对吗？我们今天开开心心的，你不要破坏气氛好不好？你们双双对对，当然很开心啊。可是我呢？你有没有想到我的感受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林飞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是吗？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我要跟大家公开你跟我的关系。你不要乱来啊！我对菲菲好，是希望她在她父亲面前说我的好话。你知不知道她父亲是新加坡最有名望的律师，而且不只是律师了，他全世界都有投资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懂啊。如果你能娶到他的女儿，那不是更好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林飞不喜欢我。可是你现在可是他的大恩人呢。大恩人又怎么样？难道菲菲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现在只在乎我的前途，还有我们的未来。那我们的事我都想好了。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到澳洲找一间学校让你去读书，然后过一阵子我就移民过去，然后接孩子过来，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你把这些通通都写下来，然后签约作证。你不信我？是啊，我是不信。好，我写。你写，我还是会跟林飞说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会叫他跟我们保密的。你怎么样？你不想追他，就不会怕他知道啊。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但是谁过分啊？
你真的认为我那么笨啊？任你玩，任你耍，我是不会再让你摆布的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去找林飞说清楚啊！疯了你！快我！干嘛？放开！你要去哪里？放开！发誓！放开！放开！要神经病！要发誓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算是我求求你好不好？照我的安排去做，对你对我都有好处的。菲菲她也是5000万的财产，是他妈死之前留给她的，只要她一结婚，钱就是她的。医生说菲菲虽然复原了，可是她随时都会复发的。只要她一死，钱就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钱也是你的，对不对？林飞，我要叫林飞远离你，还要跟大哥说，你就是孩子的爸爸。大哥救我！大哥！金凤，金凤，金凤，金凤啊，金凤，哎，凯欣，有没有看到金凤？没有，我到处找她都找不到。上哪去了？金凤，金凤啊，金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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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凤啊，金凤！金凤，你醒醒，不要这样大哥！金凤，金凤，振作点，振作点，金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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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溺水了，她是孕妇，请马上派救护车在岸上。Can you go faster? This is the fastest we can go. I can do it. 3 and 4. 50. 心脏恢复了。金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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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金凤，金凤，醒醒啊，金凤，金凤，起来，金凤，我是大哥啊。学会去爱，就不会迷路。凯琪，金凤怎么样了？还在急救，怎么会这样的呢？妈，我认为金凤可能是想自杀。你怎么那么说？
金凤最近情绪很不稳定，有时候也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看他决定留在甲板上的时候，已经想好要跳海，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而已。现在猜测什么也没有用，只希望金凤快点醒过来，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妈，凯达，金凤怎么样了？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，因为脑缺氧太久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所以对外界的刺激完全没有反应。那他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啊？金凤什么时候才会醒来啊？啊？金凤也许无法再醒过来了。大哥，你是说金凤会变成植物人？妈，没事，我没事。凯达，那孩子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胎儿还有心跳，是奇迹啊！这不会影响胎儿吗？不会，只要母体能够继续提供养分，胎儿就能够继续成长。在国外，也就只有母亲成功产下金凤宝宝的例子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金，如果你当年没有告诉我藏金的地点，那我这一生还真的是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。我不是怪你，你当时一定已经想好，要一枪打死自己，用你的命换那些金有什么不对呢？但是老天可不是那么想。就像那个人说的，做了坏事就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我是做错了，也许当时我把一切都告诉警方，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怕，我怕我自己一个人无法养大5个孩子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那都是借口来的。说来说去，我就是贪心，我放不下那些金，我不想看到你就这样白白死掉。我就是贪，我就是贪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如果说有报应，就报应在我一个人身上好了。让金龙、金凤都好好的，让我的孩子们都好好的。阿金，校长说啊，金凤妈，金凤她考试作弊，你怎么笑得出啊？我就跟校长说，校长，我不笑，你难道要我哭吗？妈，我去庙里求了花水给金凤骂生，还求了一支签，是上签啊。姐签的说啊，再过1-2个月，金凤她会没事的。医生说要多跟她说话，才会刺激她的脑神经啊。好，金凤。你还记得吗？在你中3那年啊，你说要跟朋友去露营，我担心你，不让你去，所以我就把门反锁起来。结果呢？我们回家，却怎么找都找不到你。原来你已经偷偷从窗口爬了出去，可是却困在窗外。既不敢跳下去，又爬不回来，结果在窗外足足趴了2个钟头。我们就把你拉回来啊！哪里知道你那个时候啊，吓到2只脚都软了。金凤，
的摄像机在游艇上找到的，谢谢。金凤的事要怎么告诉金龙啊？不能告诉他，没有那么容易吧？我想我会直接的跟他说，金凤不想去看他，免得一见面就吵架。那他一定会说，不来就不来，我也不是很想见他。还是你了解他？要不然妈也不会老是叫我去治他。你别看他们两兄妹老是吵吵闹闹的，其实金龙最关心的还是金凤。我真的很希望金凤可以在金龙出狱之前醒过来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金凤下一个 ，Hello， 来，我们现在。哦，这是金凤拍的。你的电话，别别打来的。哦，二哥，你帮我看看这卷袋子。什么袋子啊？我们上游艇那天，我带了这个摄像机上去，交给了金凤。你看看她拍些什么，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好。还好。放开了！你要去哪里？放开！发生！放开！放开！要神经病！放开啊！要放我！放开！我要叫林飞远离你，跟大哥说，你就是孩子的爸爸。大哥救我！大哥！拍到你们潜水就没有东西了。是吗？哎，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3点钟有个面试，那边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叫我拿到我房间去看。啊。好。哥，我先出去了啊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一定要洗掉画面。菲菲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你家楼下，你在我家楼下干嘛？你下来就知道了。现在？快啊，我等你。喂。开车。我开车。嗯。上哪儿？试车。试车？嗯。那不是应该你来开吗？叫你开你就开。好啊。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，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。凯基的裤子怎么放在这？凯基怎么那么糊涂？
这哪叫试车啊？你真的很奇怪啊！你要买车应该由你来试才对啊，要不要换你来开啊？加速，加快一点啊！好。你们进去吧，我帮海基他们拍一些镜头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还不错，不过不是应该由你来试吗？不必了，车子是你的，什么？我送给你的。我不能接受。黄凯杰，你不要不识抬举了。你不当我是朋友，也不用这样侮辱我。我捐股权给你，只是要帮你，我没有其他的用意。你送车子、送钱给我，只会让我看不起你。不错，我是喜欢你，但是我不会用这种方法来换取你对我的爱。我没有其他要求，我只要你活得健康，活得快乐。放心吧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。上车吧，上车啊！对不起，你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让我开口说对不起的人。那我应该觉得荣幸啊。看起来道歉是不够的。他对不起你，他没有救你。凯达，凯达，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？来看金凤啊，你还是去投诉导的新闻，对不对？听说他很生气，要你，你怎么不听我的劝告啊？
什么事啊？现在我现在很忙啊。好吧，好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喝酒了？我需要喝酒，让自己镇定，同时要麻痹下自己。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还记得金凤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吗？那时候他年纪还很小，大概就只有10岁左右。可是他跟金龙不一样，很快就跟我们打成一片。你们每次欺负他的时候，他总是会来找我，而我每次都帮他教训你们。这几年来，我都一直把他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。可是这一次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竟然没有好好的保护他。当他大声喊着“大哥救我，大哥救我”的时候，我却感觉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是你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怎么了？还有一段来不及洗掉。金凤说他要告诉我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他在胡说。是不是胡说？只要做个简单的化验就可以。大哥，你就当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？我怎么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听见金凤是在喊“大哥救我，大哥救我”。我听见他掉下来，我看到你拿着救生圈，可是你没有放下去救他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那真的是一起意外。我没有想到他会掉到海里去的。那时候我拿了救生圈，我想救他，可是他已经沉下去了呀！你撒谎！你撒谎！这已经不断的传来金凤喊着“救命啊，救命啊”！可是你竟然如此的残忍看着他，你看着金凤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呢？感姐。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，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，我也不想的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一切都失控了。凯姐，去自首吧。去自首吧，大哥。如果事情被揭发的话，我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辛辛苦苦熬了那么多年，一切都会白费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如果妈知道我做了这样的事，她肯定会崩溃的。还有金龙，他出来之后肯定会把我杀掉的。就算我自首，那也救不回金凤啊！大哥，你把袋子给我好吗？我把它毁了，那就好吧，就当你谁都没发生过，是不是？你的良心呢？你的良心在哪里啊？是，我的良心会受责备，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自己，可是我会尽力补偿的。
我会好好照顾金凤。如果孩子生下来的话，我会好好照顾孩子的。没用的，没用的，你一定要站出来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，诚心忏悔，才敢赎罪呀！可是，不要越陷越深了。听大哥的话，去自首。大哥，我是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？去自首。好。凯旋，你干什么？下来呀！大哥，我犯了错就受到惩罚，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能坐牢的。不，你快下来！有什么事我们好好商量，不要做傻事啊！有什么好谈的？只要我死了，就是给我自己最大的惩罚。不，快下来！我求你不要告诉妈。还有，好好照顾妈。不要，凯旋，不要，不要，凯旋，你快下来！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活下去啊？我不说出去，我不说出去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洪教授来会诊了。凯达，凯达。啊。洪教授来会诊了。哦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脸色那么难看。没事，走吧。喂，病历啊！来，走吧。觉得怎么样？胸口还是有些闷。好，病历。教授要病历啊？啊？哦。这是什么？凯大，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把一个已经出院的病人的病历拿给洪教授。对不起。你今天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不舒服的话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哈。不用了，今天的病人这么多，如果我走掉的话，你们就会更忙了。他找你麻烦的话，不要理他。走。老邓，谢谢你啊。谢我？是啊，要谢你。我刚被院长叫去了，拜你所赐，我当了10年的医生，第一次受到书面警告，真的是后生可畏啊。不过要记得另外一句话，姜还是老的辣。都跟你说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事，你就不听。你得罪了他，以后日子恐怕很难过了。我只要照顾好病人，他能怎么样？你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？他能怎么样？他能怎么样？让他来对付我好了。你怎么了？忘记他，他只是一场意外，金凤，一场意外，金凤。
金峰，我这个意外，这是意外啊！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。开健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我只是看看金凤的葡萄糖还剩下多少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对金凤。大哥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有点乱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杨子好像很累，不如请假休息2天吧。我没事。我们回家吧。不了，我想多陪陪金凤。那好，我先回家了。那个黑面庆还有没有去骚扰金凤啊？没有，我听说他惹了一身麻烦，跑去泰国了。他最好给我滚远一点啊！不要再让我看到他。那金凤呢？他心情好多了吗？好多了。你帮我劝他，凡事要看开一点啊，要养好自己的身体。这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的。你们两兄妹啊，真的是很烦嘞！见了面的时候也不说话，整天让我当传话人。他都不来看我，怎么跟他说啊？谁叫你说话那么不中听？那他说的话就动听啦。有时候他的嘴巴比我还要臭啊。总之，我是服了你们2个。哎，过段2天就是他的生日，你帮我包200块钱红包给他，祝他生日快乐。我出狱后再还你啊。哇，你怎么那么老土的啊？还包红包？我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？给他钱让他自己去买咯。我每天都是这样的啊。好了，我帮你包就是。谢了啊。哎，神经婆，你怎么啦？平时你很多话说的啊，怎么今天一句话都不出哦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别骗我啦。骗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我不舒服还能来看你吗？哎，那你出海玩得开心吗？你不是说要开游艇出海的吗？有吗？不记得了。喂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没事啦，我只是看到你们谈得那么起劲，我就让你们说多一点啊。哇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看我还是先走了，让你们2个慢慢说吧。要情话，妹妹也可以。凯琪啊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哎，怎么是说？我很忙的，我还要去。来。拜拜。你怎么了？我很辛苦啊。你不舒服啊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是。我是憋得很辛苦，我不能像你那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行，我不能再来看他。他一看到我不对劲，逼我多几句话，我一定会把金凤的事告诉他的。他再过一阵子就出狱了，我们也瞒不了他多久。如果不是我说要开游艇出海，金凤就不会。林飞。如果我和 David 没有下海潜水，金凤也不会这样。如果大哥和二哥都没有丢下他一个人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没有如果。我知道。进来。二哥。哎。
你收拾行李要去哪里？我明天就要到警察学院受训了。哦，那纸录像带呢？什么录像带？我们上游艇拍的。哦，丢了。丢了？里面有很多金凤的画面，我怕妈看了会伤心，所以我把它丢了。你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啊？只是小事吧？你为什么要录像带？林飞说他记得我和 David 下去潜水之后，金凤还是拿着录像机在拍，可能……不可能，我检查过了，如果有的话，我肯定会看到。可能金凤根本不会拍，以为自己在拍东西，其实什么都没拍到。可能吧。嗨。嗨。喝什么？啤酒一杯，谢谢。你是不可以喝酒的。白开水。是吗？嘿。哇，你这杯白开水有点奇怪啊。换一杯白开水，谢谢。请保重身体。我是为女儿喝的。这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明天要受训了，我帮你庆祝。好。给。这才是白开水。干嘛想当警察？如果说想除暴安良，你会不会笑我？会。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玩兵抓贼，可是呢，我每次都当警察。如果人家要我当贼的话，我就不玩了。我想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抓大贼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那祝你早日抓大贼。来，给我跳舞。知道你要什么，我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我没有说，你没有问，就这样关上了心门。爱那么真，情有多深，只能在心底扎根。拥抱的余温，回的气氛，还在衣领里沸腾。曾经的单纯，变走的信任，以前那么逼真，却回不了神。